学下课啦！嗨，大家好，我是苏珊。今天我们来到蒲琼14里新村。蒲琼14里，春风10里不如你。蒲琼14里新村位于马来西亚雪兰莪的蒲琼，它算是蒲琼最早开埠的地区之一，已经有上百年的历史。一直到1950年代马来亚紧急法令的时候，才在这里建了这一个村子。14里代表14英里，就是蒲琼的14英里。以前的计算单位是用 mouse， 所以它就是指14这个 mouse 啦。当你在网上搜索这个地方的时候，你会发现这一个地方它有很多不同的名字。14里是比较常用的，然后还有一个14杯。里程碑 ，OK 也合理。然后也有人放14啤，啤酒的啤，他们说啤酒的啤在粤语叫杯 ，OK 啦，也可以接受。但是最离谱的是，竟然有人把它放自卑的杯，蒲琼14杯。好了，我们今天的第一站就吃这个汉明华小的对面有一个3轮摩托猪肠粉 ，Let's go。很有味道，大家都坐在他的摩托档口那里吃。我多少少隻啊！我攞乜紙橙咧？我而家一樣啊，一樣啊。哦，自己能金银花的。哦，金银花，可以。今日凉水，金银花。它的味道就像以前妈妈煮凉茶给我们喝的，不会放太多。还有 TV 8吗？我做要吃呢。OK， 谢谢。几乎在网络上没有看到资料，只是隐约有看到一些帖子，就是很多本地人会，然后来吃的也是很多本地人。新鲜烫的就是不一样，吃着啊，感觉很像在家乡，不是很家乡味的。这个是扁的。它也有卖圆的琼饭，它的酱料啊是给比较多的，然后它有稍微稀释一下，所以它不会搞，很爽，全部料都泡在酱里面。哦，香米辣椒你们自己做的啦？哦 ，OK， 可以。啊，既然你有这个辣椒，很香。老板娘刚刚给了他们自己炒的虾米辣椒，它的这个辣椒粒粒分明的颗颗，我们可以咬到脆脆，然后它是带一点点甜微微的，然后很香虾米的味道。哦，原来有隐藏辣椒，问不知道，一问吓一跳。你们来这里哦，这个一定要要求，很好吃啊辣椒。哦，第一次吃猪肠粉配这个，然后它整个猪肠粉啊，温温热热的，早上第一餐吃下去啊，暖肚。刚刚我看到有人加汤，等下我们也加。小时候吃猪肠粉就是吃完了一定会加汤。吃完了我们就加汤。可以加汤的哦。可以。小要打碗吗？加汤。麻辣吧？我当然你们那么大。就是这个味道，还有一点像那种意面汤的味道。这个汤啊，其实就是它传汤那些料，然后你的残留的甜酱嘛，不要浪费，我们就放下去。就是猪肠粉，它在广东它是属于街边的小吃，所以他们会物尽其用，不会说浪费。OK， 谢谢，拜拜。完食那个猪肠粉是9块1，水是3块，它的味道吃起来啊，就是那种妈妈的味道。你吃那个猪肠粉，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种感觉？就是小时候，因为我是吃猪肠粉长大的嘛，
小时候放学的时候，妈妈就带我去吃猪肠粉，然后也是放这一个汤，就跟记忆中的那个味道一样，算是一个古早味。它的凉茶也是那种妈妈亲手包的那个凉茶的味道，就是那个凉茶味是非常足的啊。它的虾米辣椒非常推荐啊，这就不是妈妈味道，但是好吃。它的经营者是家人经营的，所以就是家庭式的，非常推荐你们来蒲琼14里新村一定要来吃。它的汤哦，是我吃过猪肠粉里面就是喝得最舒服的。然后我们吃完就赶快起身了，因为还有人在等我的座位。刚刚经过，我发现这个是20年前才会有的公共电话亭。哆啦 A 梦，假如电话亭，喂，这是魔法世界吗？你看，它这里哦，这个插卡的地方哦，就是小时候有一张卡的，之前有说过可以 top up 的，上面放7令。OK 了，接着走。这里是刚刚那个猪肠粉档走过来5分钟罢了，这个是穷烦，有一点点差别的。好，它这里有一个 slogan， 别减肥了。好，我们进去。我们现在来到这一家叫做肠粉王，他卖的是石磨肠粉，就是说他把米浆用石磨磨了，然后他拿去蒸。来到这里啊，第一感觉像什么？像来到香港的餐厅，整个装潢还有氛围就很港式。刚刚看到它的烧鸭非常新颖，就来个1号了，加叉烧，来一个蛋的。OK，Thank you。它这里的点菜方式啊，很像马来西亚的各个的点心楼，像点心这样子。猪肠粉就是刚才我们吃的那个食物，它是源自于广东。石磨肠粉它的范围就更缩小一点，它主要是在广东的顺德。然后我在看资料的时候才发现，在顺德的有一个更小的地方，它叫做陈村，那里有一个陈村粉。它也是肠粉的做法，但是它是发酵过后才去做的。这有机会我们去试试。不然有点不知所措。它这个就是最多人点的，它那里还放 5 star。先来口鸭，什么都不要放。它鸭的皮烧到很脆，咬下去鲜香的。刚刚我在看它砍鸭的时候啊，那鸭汁就是流，这好吃诶，它这样烧。它的肠粉是没有放任何酱的，我是第一次吃。我们是看多送了，上面好像有撒了一些，应该是五香粉之类的。单吃也不错，很滑很嫩，然后它的米香很香诶，应该是他们自己磨的米。来点酱，这个是甜酱。然后试试看，这个应该是鸭酱，我们放看鸭酱。这个是咸的酱，这是甜的酱。我们来一块叉烧，你看啊，叉烧是属于厚切的，它的油脂啊是肥瘦参半的。这个颜色一看就知道顶啊。它其实不像传统的叉烧，它有点像。你们有吃过那种东坡肉吗？比较肥的，然后它把它烧成那种叉烧，它咬下去哦，是油脂比较多的，比较肥腻。喜欢吃肥肉的呢，一定超爱。吃叉烧就要来点甜酱。它辣椒就是鸡饭辣椒，只不过它打的颗粒是粗的，所以它那个蒜米香会更香。好。这个是淡菜的，所以它上面还撒了一些葱头油。来一块，然后来点葱头油。这个就非常爽，它的肠粉就非常厚，非常的饱满。那我有看到它的也是虾米辣椒，那个虾米的味道扑面而来，来一点。它虾米辣椒是做那一种咸香的，然后它的那个 texture 它是做比较油一点的，也不错，但是我更喜欢原味。刚刚我有去看他做这个蒸肠粉，
它没有停过手的，一直蒸，一直蒸，一直蒸。哇，你看它的粉层，滑嫩，很香。来一块烧肉，哦，2块起来。它那里写火山烧肉，它的皮看起来很 crispy。这个烧肉爽，它皮做的好像饼干一样脆，咔啦咔啦咔啦的声音。肠粉跟猪肠粉在以前的时候啊是同一道美食来的，但是到了现在，猪肠粉就是我们上一道吃的那个放甜酱的，肠粉就是现在我们吃的这一个，它蒸了之后里面有包馅料的。那么有一个故事是这样子的，当时在清末时期，乾隆啊，他游江南的时候，被当时一个美食博主铁齿铜牙纪晓岚他的蛊惑。所以每一次啊，他去寻访民间的时候都会找美食。所以有一次他就到了广东，他听说那里有卖一个食物叫肠粉，很好吃，他就去吃。这个食物滑嫩香，但是怎么看起来像猪肠啊？所以这个肠粉后来就有了猪肠粉这个称号。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跟我一样？我经常会把乾隆、雍正、康熙搞混了，但是其实记这一个顺序就可以了。康有钱，看我多有钱。康熙、雍正，你看又乱了。康熙、雍正、乾隆，就是这样。对，30块一个。我给你钱先。3点来拿。有加酱的辣椒。OK， 对，谢谢，等下我来。我们从刚刚的肠粉王那里走路5分钟，来到这里有一个观音堂，据说已经超过100年的历史了，但是准确的日期不知道。他们说是在1926年以前就在了的，然后刚好今天是观音诞，我们就进去看看。正所谓入屋叫人，入廟拜神。好，拿了花水回家冲凉。他们今天是观音诞，从早上7点半就有活动了的，现在是下午1点，香火还是非常鼎盛，那个人是络绎不绝的。早上听说是有派放斋饭，可是好像在中午之前就派完了，所以我们就接着去找吃的。Let's go。都说一下ada，说你天气太热了，来个豆浆，这个是黑豆浆，无糖的。真的是无糖，加点糖一下，无糖喝不惯。来点糖的吧。OK， 虽然他推荐说这个是无糖的，是他卖点，不行啊，喝不惯。加了糖，是我认识的豆浆，但是喝得出它的那个豆是比较粗的，所以有一点绵绵的在你嘴巴。来吃豆腐花。本来
豆腐花是5块，那个豆浆是6块，然后他们只收我10块钱。哦，花花嫩嫩的，哦，极漂亮，挖起来圆圆的。它豆水就口感比较一般，主打一个健康。但是这豆腐花一流啊，滑嫩凉，吃下去整个清新凉。我发现它的豆腐花哦很团结，有些豆腐花你一压下去，它就散碎了。这豆腐花的口感，它是介于豆腐花跟绝地之间。会看，再来一口豆浆。刚才可能没有摇均匀啊，所以现在喝到底哦，那个豆香味哦非常的浓，然后嘴巴现在越来越黏黏，那种豆渣。它的位置比较隐秘，然后它的名字跟 map 上的名字哦其实是不一样的2个名字，到时候可以找一找啦。OK， 我们接着去吃今天的重头戏，就是Puchong 14里新村最著名的食物，等下你们就知道了。好，答案揭晓，就是酿豆腐。当我在搜索Puchong 14里新村有什么美食的时候，第一排全部都是酿豆腐。刚刚走来啊，就有2、3间了。然后这家叫做Puchong老字号酿豆腐小食店，一间是2块2，我不懂我拿了几件啊。然后这个哇，它的食材吹很多，是汤的，然后这个是干的，然后点了一个干捞面。从点到上菜大概25分钟。为什么要用这样长时间？是因为它标榜自己的这个卖点，就是先酿、先炸、先煮、先吃。一般上我们的酿豆腐就是会已经酿好了嘛，然后你选了它，只要拿去穿烫还是炸。这个不是的，你选的羊角豆它是没有酿的，它就现场跟你打开羊角豆，剪掉头，再酿那个鱼鲜进去。开动，然后先来一口干捞面，它的干捞面上面是江鱼仔、香菇，哦，这个是黄面，哦，底下竟然有放一点点的咖喱，还有那个三棒。喜欢吃黄面的人应该会很爱，它有一点碱水味的，然后它的咖喱香很香。像我们吃经济粉的时候哦。它有放那个咖喱嘛，它的咖喱就是属于非常美味的那种，很香，吃到那个淡淡的蔬菜叶的味道。这个鱼丸看起来就是自己打的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它的外面这个是不规则的。它酿的这种鱼线哦是比较粗糙，颜色比较深的。来一点辣椒，它的辣椒也跟别人不一样。它的鱼线很 Q 弹，很香。然后它的辣椒是那种酸酸甜甜的，所以就非常的搭。来一个水饺。这里给我的感觉啊，就是主打一个氛围，在这种铁皮新板底下，然后味道吃着就很有古早味。其实今天吃的食物啊，每一个都比较旧式的味道。然后这水饺好吃，它里面的馅料还是嫩嫩的，然后外面的鱼是酥脆的。再来是腐咒，腐咒要怎样吃嘞？最常的吃法，非常在哦，刚刚没有什么人了，现在开始有人潮了。一般上说到酿豆腐啊，我们的第一直觉就是客家的酿豆腐，没有错啦。这个14里新村从早上吃的到现在吃，听到他们交流用的语言，很多都是用客家话，
所以这个村子可能比较多的是客家人，这个不确定，可能有观众知道可以留言一下。但是啊，后来我去查阅了一下，才发现，酿豆腐其实主流有分2种，一个是客家的，一个是潮州的。那有什么差别呢？客家的其实它酿，它用的馅料比较多是猪肉，而潮州呢就是这一种啦，它酿的是鱼馅。我记得啊，小时候每当过年的时候就回到家乡，阿妈是潮州人嘛，每年就吃酿豆腐，当时不懂是什么来的，也是酿的是这些鱼馅，我们就吃火锅，还有鱼面，可能火锅也是潮州人的传统。但是很多人有时他标他自己是客家的，他酿的也是鱼馅啊，所以在马来西亚他是混搭了的。其实有没有发现一个很有趣的事情？这个酿豆腐加上刚刚吃的肠粉，就等于早上吃的那个猪肠粉。一般上你吃猪肠粉也是有配这种酿豆腐的馅料，这是在马来西亚一个比较有趣的食物fusion。好，完食。刚刚的酿豆腐一共是32块钱，大家如果有经过这里，可以去试试看。然后刚刚去打包了鸭肉，超级无敌香的，尤其是这个鸭，它在斩鸭的时候，它放在阳光底下，呈现黄金色，油油的，受不了了。好了，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，拜拜。这个部众都是我的兄弟，全部 steady bomb BB。我是阿炳，刚刚在要回去的时候，突然发现有一档摇摇饼，非常的吸引。我点的这一个是百香果的，这样子小杯的是2块半，大杯好像是4块钱。它主打天然水果的百香果的味道，很香。它就在我们早上吃的第一档那个猪肠粉，在汉明华小的对面，99前面这里，超级无敌解暑。今天的天气好热好热。